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紫雲健康頻道。今天這期視頻，我想專門和各位爸爸媽媽或者是爺爺奶奶們分享一個讓大家特別揪心的話題。不知道您家裡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孩子好像是個藥罐子，感冒剛好沒幾天，稍微吹點風或者去幼兒園一趟，馬上又感冒了，發燒、咳嗽、流鼻涕，這一波還沒徹底好利索，下一波又來了。看着孩子遭罪，大人也是身心俱疲，甚至變得非常焦慮，總擔心孩子是不是免疫力出了大問題，或者是不是營養沒跟上。其實這種就感初矣，心感又起的情況，在中醫兒科裡非常常見，我們專門有個稱呼叫婦感兒。但是請大家先別慌，這不代表孩子身體底子徹底壞了，往往是因為我們沒有幫孩子把身體的那個防衛系統建設好。今天我就結合真實的臨床案例，用10幾分鐘的時間把小孩反覆感冒這件事給大家說明白。我們會說一下怎麼判斷分哪幾種體質，以及最關鍵的，在家裡我們該怎麼給孩子吃，怎麼給孩子按，才能幫孩子把這道防線築起來。好，我們馬上開始。首先我們要把焦慮放一放，客觀的看一看到底什麼程度才算是反覆感冒。因為小孩子本身免疫系統就在發育當中，偶爾感冒是正常的。根據兒科的定義，它是指在1年以內，孩子發生呼吸道感染的次數超過了一定的限度。這個限度在不同年齡段是不一樣的，但有一個大概的標準。一般來說，如果5歲以下孩子1年的上呼吸道感染次數超過了7次，6到14歲孩子大於等於6次，那我們就要注意了，這可能就屬於反覆感染的範疇。這裡的感染既包括我們說的上呼吸道，比如鼻炎、咽炎、扁桃體炎，也包括下呼吸道，像是支气管炎、毛細支气管炎，甚至肺炎。我們要特別留意3個特點。第一，年齡，這種病最常見於6個月到6歲的小朋友，其中1歲到5歲的幼兒發病率是最高的。這也是很多家長覺得孩子怎麼一斷奶就老生病，或者剛上園就老生病的原因。不過好消息是，等到學齡期前後，隨着孩子長大，發病次數通常會明顯減少。第二季節，冬春季節氣溫變化劇烈的時候，這類孩子最容易反覆發作，千言不癒。而到了夏天，往往有一個自然緩解的趨勢。第三，後果，為什麼我們要重視它？因為如果反覆呼吸道感染長期不好，它可能會併發咳喘、心悸、水腫，甚至影響孩子的生長發育和身心健康。古代醫書裡說這叫自汗易感，也就是容易出汗，容易感冒。所以如果您家孩子符合這些特點，1年感冒超過6、7次，每次都拖很久，那大家就要認真聽聽接下來的辯證和調理方法了。好，既然確定了是婦感兒，那為什麼別人家孩子沒事，咱家孩子就老中招呢？中醫認為這多半與正氣不足、衛外不顧有關。簡單說，就像是足球場的守門員不夠強，守不住球門。在臨床上，我們把這種反覆感染的孩子主要分為3種常見的情況，家長們可以對照一下，看看您家孩子屬於哪一種。第一种類型，肺脾气虛症，這是臨床上最常見的一種。這種孩子臉色往往比較蒼白，平時很容易出汗，稍微動一動就一身汗。他們通常比較安靜，那是懶得動，說話聲音也小，中醫裡叫少氣懶言。有個很關鍵的判斷點，您去摸孩子的肌肉，尤其是胳膊和腿，你會發現他的肉是不結實的，鬆鬆軟軟的。胃口方面不太喜歡吃飯。核心問題，這是肺氣也虛，脾氣也虛。肺氣虛，表胃不顧，所以怕風，愛出汗，愛感冒。脾氣虛，所以肌肉鬆軟，不愛吃飯。第二種類型，肺脾氣陰兩虛症，這一類比上面說的那種多了一個陰虛的表現。孩子長什麼樣呢？這種孩子相對來說比較消瘦，臉色不是蒼白，而是稍微有點潮紅，像是有一層紅暈。特別的症狀，他們容易口渴，喝水喝的比較多，晚上睡覺也容易出汗，中醫裡這叫盜汗。這類型孩子的舌象非常典型，舌頭是紅的，舌苔很少，或者是出現花波苔，就是舌苔一塊有一塊沒有，像地圖一樣。我們老百姓俗稱地圖舌。大便通常比較乾結，比較硬，這就是氣和陰都虛了，體內有點津液不足的虛熱。第3種類型，虛實夾雜，寒熱錯綜，這通常發生在孩子感冒很久不好，或者是舊的沒好，新的又來了的時候。
我給大家舉個真實的門診案例，大家聽聽像不像您家孩子的情況。去年冬天有個4歲的小男孩，父親帶着來看診，已經上幼兒園了。他是什麼情況呢？反复呼吸道感染快半年了，每個月至少感冒一次，最近2個月每月感冒1次以上，反复發熱，時常咳嗽，千言不癒，流涕，不停地打噴嚏，吃飯也不好，發燒的時候怕冷，很少出汗，熱退了後稍微活動下就出汗，咽喉紅腫，舌紅苔薄白，脈浮數無力。我們來看，這時候孩子就不僅僅是單純的虛了，而是表邪未盡而正氣已虛，病邪卡在半表半裡少陽，身體裡既有寒又有熱，既有虛又有實。這時候如果只是一味的去補，可能會留住邪氣；如果只是一味的去發散風寒，孩子身體又受不了。所以這種情況處理起来比較棘手，需要和解表裡。大家看，虽然都是老感冒，但這種孩子身體的底子是完全不一樣的。搞清楚了身體底子，也就常說的體質，我們才能对症下藥。了解了体質，我們接下来说说大家最關心的該怎麼辦，包括用什麼中藥，平時吃什麼，以及什麼推拿手法比較有效。首先，關於中成藥的使用方向，如果是第一種肺脾气虛，臉色白，肉鬆軟，愛出汗，治療原則是補肺健脾，益氣固表。大家最熟悉，老百姓最常用的就是玉屏風散，這個藥咱們前面詳細說過，大家可以回看一下。如果是第二種肺脾气陰兩虛，受地圖舌，大便乾，治療原則要益气健脾，還要養陰。臨床上常用淮菊黃顆粒，它能補益气血，滋陰補腎，對肺脾氣陰兩虛的情況效果很不錯。如果是第三種寒熱錯綜，像上面那個4歲小男孩，症狀複雜，這就需要醫生開方了。比如上面那個案例中，我用了柴胡桂枝湯加減。處方：柴胡6克，黃芩6克，太子參6克，杏仁6克，浙貝母6克，炙半夏6克，丹參6克，辛夷花6克，白芍6克，生山楂9克，蝉蜕3克，桂枝3克，炙甘草3克，5劑，水煎服，每日1劑。服藥1周後，父親帶孩子來復診，咳嗽好多了，沒有發熱，還是有點怕冷，咽喉紅腫消了不少，流涕打噴嚏也有好轉。原方去杏仁加茯苓9克，陳皮6克，紅棗12克。後繼服藥1周以後，流涕噴嚏消失，吃飯越來越好，爬樓也不容易出汗了。進入恢復期後，我還是用了玉屏風散和6君子丸來培土生金，幫助鞏固療效。2個成藥每天各8粒服用2個月。小男孩經過2個多月的調理，身體好多了。今年這幾天發燒了，又過來看診。父親說孩子1年多了，這還是頭一次感冒。其次，重點來了，我們家長在家能做的很多，比如飲食調理，核心原則是8個字：健脾補肺，清淡少油。為什麼？因為脾胃是氣血生化源泉，脾胃強了，正氣才足。一推薦的幫孩子健脾益氣食材有主食：小米、大米、山藥、南瓜、紅薯，這些都可以熬粥或者蒸着吃，非常容易消化。蔬菜：胡蘿蔔、西蘭花、土豆、菠菜。記住，烹飪方式要是蒸、煮、燉，盡量別炒。肉蛋、瘦肉、雞肉、雞蛋可以做成肉末粥、蒸蛋羹等。特別推薦的是療方：太子參瘦肉湯，太子參5到10克，加適量瘦肉煲湯，或者是直接用太子參5克煮水代茶飲。注意，太子參藥性平和，非常適合小孩補氣，但也不要天天喝，每周2到3次就行。如果孩子正在感冒發燒期間，就不要喝了。粥類：山藥排骨粥、百合蓮子粥、小米山药粥，這些都是健脾養胃的好幫手。2. 堅決要忌口或少吃的食物，很多時候病是吃出來的。對於婦感兒，以下3類必須控制：生冷、冰淇淋、冷飲。生的水果，特別是西瓜、梨，如果吃要蒸熟了吃，生冷傷脾陽，脾胃運化不動了，抵抗力就更差。甜膩、糖果、巧克力、蛋糕、含糖飲料。中醫講肝能生濕，甜食容易生痰，會讓呼吸道的痰多症狀加重。油炸辛辣、炸雞、薯條、辣椒，這些容易積熱上火，誘發新的感染。最後，我給大家幾個簡單的小兒推拿手法，不用很專業，家長每天睡前或飯後1小時，花10到15分鐘給孩子做，力度輕柔，皮膚微微發紅就好。補脾經，
在孩子大拇指的側面橈側，從指尖推向指根，推300到500次，注意方向不要推反了，這個可以健脾益氣的。補肺經，在無名指的掌面，也是從指尖推向指根，推300到500次，這個可以補肺固表，減少外邪入侵。揉足3里，穴位在小腿前外側，外膝眼下方約3寸的地方，左右腿兩邊都要揉，各100到200次，這能強壯身體。顳脊，孩子趴着，您用手指捏起他後背脊柱上的皮膚，從屁股尾骨那邊往脖子大椎穴方向輕輕提捏推進，重複3到5遍，這能調和臟腑氣血。說到這裡，我想跟各位家長說幾句心裡話，治療和調理小兒反覆呼吸道感染，不是3天2天就能看到奇效的。像我們剛才提到的那個案例，也是經過了2個多月的治療，分階段調整，才把孩子的體質慢慢扭轉過來。所以在面對孩子又感冒了的時候，請不要過於自責，也不要病急亂投醫。孩子身體的每一次生病和康復，其實也是他免疫系統的一次練兵。只要我們方向對了，辨證準確，飲食清淡，在輔助上推拿，孩子的正氣是可以慢慢養回來的。最後，我要做一個重要的免責聲明，本期視頻的內容主要是自己的臨床經驗分享，目的是為大家提供日常護理和調理的思路，它不能替代醫生面對面的診斷和處方。如果您的孩子出現高燒不退、暈倒、精神狀態極差等嚴重症狀，或者您拿不準的情況，請一定要及時到正規的醫院就診，以免延誤病情。如果您覺得今天的內容對您有幫助，歡迎點讚、轉發，讓更多有需要的家長看到。也歡迎在評論區留言，分享你家孩子的情況，我們一起交流。關注紫雲健康，我們下期再見。